香港的经济正在崩溃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7至9月失业率升至 3.9%， 超过 15.56 万人失业。建造业失业率高达 7.2%， 餐饮业 6.4%， 零售业 5.3%， 所有民生行业几乎全线沦陷。同时，9月破产令暴增至943宗，创下疫情以来最高纪录。今年前9月，破产申请超过7500宗，刷新10年新高。破产潮不仅代表企业倒闭，更意味着中产阶层彻底被榨干，信用卡还不起，房贷压不住，现金流断裂，金融链条正在瓦解。3.9%看似不高的失业率，却是3年来的新高。背后是4600个家庭的饭桌上又多了一份沉默的焦虑。建造业失业率飙升至 7.2%， 零售业 5.3%， 餐饮业 6.4%。这不是冰冷的统计，这是无数人真实的生存挣扎。地盘工人黄叔已经2个月没公开，他说以前最多闲1个星期，现在2个多月都没人叫我。他眼里的光已经暗淡，油麻地的茶餐厅都不敢去了，一碗云吞面都得掂量掂量。在中环写字楼里，裁员的气息也在蔓延。金融业虽然失业率略降，但薪水缩水，岗位外包，合同工比例增加，看似稳定，实则退化。最惨的是餐饮和零售业，疫情时撑过去了，却在复苏中倒下。铜锣湾的小店老板李太哭着说，以为撑过封城就能熬过去，结果现在游客少，本地人不敢花钱，租金一分不少，营业额跌了一半，最后一批伙计也走了。他说，我不怪他们，现在连我自己都想跑路。面对失业率创新高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却在 Facebook 上发文称，香港经济持续扩张，股票市场畅旺，住宅物业市场回稳。那一刻，许多香港人笑不出来。他们看到的不是扩张，而是账单到期，公司倒闭，破产法庭排长龙。他们感受到的不是回稳，而是房价崩跌，工地停工，消费萎缩。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则说，建造业失业率高是因为外围不明朗，还补了一句，港府将投放300亿港元在基建上，带来正面帮助。可现实是，地盘上的工人早已被一波波输入劳工取代，基建预算往往流向大财团，真正能落到民间的机会屈指可数。这不是帮忙，这是麻醉。破产管理处数据显示，仅9月就有943宗破产令，是自疫情以来最高。今年前9个月，累计申请破产超过7500宗，获批破产6800宗，双双创下10年新高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平均每天都有近30个香港人宣布破产。那些人里，有失业半年找不到工作的工程监工，有30多岁被迫关掉奶茶店的年轻人，也有曾经开奔驰，如今负债累累的中产。他们的共同点是都被复苏的幻觉所骗。疫情后，大家以为香港会重生，股市回暖，游客回流，夜市复办。可现实是，钱没进到老百姓口袋，反而被更高的租金、物价和债务吞噬。破产成了新的解脱。破产数字上升，意味着信用体系在坍塌。破产令越多，银行坏账就越多，金融体系的骨头也在被慢慢掏空。这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，而是金融系统的隐形危机。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流、银行信贷的稳定性、政府财政的征税基础，全都被这一连串的破产潮拉扯到崩溃边缘。香港现在的经济就像一场慢性出血。政府说经济持续扩张，但老百姓的钱包在持续缩水。香港统计处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香港的 GDP 增长率仅 1.8%， 而工资中位数在过去1年反而下跌了 2.4%。高通胀、低增长、
工资停滞，香港正陷入典型的滞胀陷阱。当人们没钱消费，企业赚不到利润，便开始裁员，裁员又导致消费进一步萎缩，更多企业倒闭。这是一个螺旋向下的循环。失业让人没了收入，破产让人没了信用，两者结合就是经济的双杀，更是中产阶级的末日。过去香港人自豪地说，只要肯做，总有饭吃。如今却变成就算肯做，也没人要。香港人曾相信，只要有一套房，就能抵御一切风险。可现在，这个信仰正在崩塌。2025年9月，香港差估署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住宅售价指数同比下跌 8.9%， 创下自2020年以来最大跌幅。部分新楼盘更是出现开盘即破发的惨状。二手房市场彻底冰冻。中原地产数据显示，9月二手成交量仅约2400宗，比去年同期暴跌30%。那些在疫情后高位接盘的中产，如今看着房价一日一跌，贷款越还越重。金融分析师形容，这是一场慢性暴雷。当房价跌，银行抵押价值缩水；当抵押缩水，银行就会收紧贷款。企业拿不到钱，个人断供风险上升，整个债务链条就像骨牌一样倒塌。过去10年，香港人拼命买房，不是因为喜欢砖头水泥，而是怕错过。如今连那点安全感都没了。有人笑称，香港楼市已经从全球最贵变成全球最痛。痛的不只是资产缩水，还有梦想的破碎。破产潮的背后是一场更隐秘的债务危机。香港金融管理局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上半年，个人信贷违约率上升至 2.6%， 为10年来最高。信用卡透支、个人贷款违约、按揭断供个案接连上升。金融圈私下流传一句话，今年银行最忙的部门是催收部。中环一家中型银行的职员爆料，单是第3季度，内部信贷重组案件激增 40% 以上。越来越多客户被迫延后还款，甚至有人干脆消失。以前坏账是企业，现在坏账是个人。这句话暴露了香港经济的真相，中产的崩塌才是真正的危机。曾经拿年薪100万的金融白领，如今为了维持生活开始送外卖。开 BMW 的业主偷偷跑去典当行抵押手表。楼价下跌，贷款压身，生活成本高得离谱。这座城市正在吞噬他曾经最骄傲的一群人。港府嘴上说经济持续扩张，但谁在扩张？是地产财团，是跨国资本，是高层的 GDP 数字。对普通人而言，扩张的只有账单、房贷和焦虑。根据香港统计处的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人均月入约为 2.1 万港元，但中位房价依然高达750万港元。这意味着一个普通打工者不吃不喝30年也买不起一套房。与此同时，香港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，基尼系数高达 0.539， 为全球最严重的贫富不均地区之一。富豪在买入艺术品、游艇、比特币，而失业者在排队等政府的短期工计划，1小时薪金只有60港元。这不是同一座城市，是2个平行世界。上层仍在为 IPO 庆功举杯，下层却在地铁口计算着明天早餐的钱。经济危机最可怕的不是失业率上升，不是房价下跌，而是信任崩塌。香港人不再信政府的预测，不再信媒体的乐观，不再信明天会更好。曾经那个努力就能翻身的社会契约已经被彻底撕碎。过去3年，香港的年轻人离职潮愈演愈烈。根据人力资源机构 Randstad 的调查，45%的港人计划未来2年内离开香港，其中多数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专业人士。他们的理由很简单：工资停滞、
房价高企，生活看不到希望。一位曾在投资银行工作的青年说：“我以为自己能在香港打出一片天，结果发现连喘气都要钱。”这句话刺穿了无数香港中产的幻梦。经济危机不会立刻爆炸，它像潮水，慢慢上来。一开始是企业利润减少，接着是裁员、破产、断供，社会信心下滑，最终连政府财政都被拖进泥潭。香港财政司公开数据显示，2025财年赤字预计将超过1400亿港元，为历史第二高。财政储备跌破7000亿港元，是10年来的最低点。当财政收入锐减，社会福利支出飙升，政府的维稳能力将被严重削弱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公共服务缩水，房屋政策延迟，教育预算削减，医疗系统紧绷，一环扣一环，形成死结。香港不是没钱，是钱都在少数人手里。这句坊间流传的话，像一面镜子，映出香港真正的困境。